小柯正在家里沉迷看 iPad， 爸妈又跑来数落他，说他整天就知道玩，一点都不懂事，要听爸妈的话，知不知道？赶紧去打扫阁楼，扫不干净不许吃饭。我真是受够你和 iPad 了。暴脾气的爸爸一声咆哮，把小柯扔进了阁楼。小柯气得把扫把乱扔，无意中发现了角落里的宝箱，里面都是爸爸小时候的宝贝，比如让人鼻血狂喷的性感杂志和年代久远的游戏机。小柯大写过往，只要有游戏玩，哪里都是天堂。雪花牌老电视机一开，游戏卡一插，一场紧张刺激的魔幻世界冒险开始了。王国的公主被绑架了，凶手是邪恶的巫师，她被关在了风暴要塞，唯有英勇的阿傻能救她。伴随着一道炫目强光，小柯嗖的一声穿越进了游戏世界。他以为自己将扮演勇士，扫清坏蛋，拯救公主，得到国王的奖励，最后抱得美人归。不料他刚闯进风暴要塞，邪恶巫师就把帽子扣在他头上， BOSS 宝座要让给他，净身出户，逃之夭夭。哥布林仆人说：“恭喜您，加冕为风暴之王了。”小柯一寻思，这么大座要塞都归了自己，还挺爽的，还能和公主玩经济 play， 岂不快哉？然而他没有想过，这么爽的位子，前任 BOSS 凭啥白送给他？都是因为外面那个大块头，拯救公主的勇者阿傻，他那对大小眼里充斥着对风暴之王的仇恨。我觉得勇者想把你给生吞活剥了，抓着你的屁股把你给脱骨了，剥了皮做成风筝。仆人体贴的为小柯解读阿傻的意图，小柯吓得面无人色，说：“你他妈快护驾呀！”风暴要塞布满了陷阱和谜题。第一关发动恐怖骷髅，跟撞得像恐龙一样的阿傻比起来，骷髅兵就像一群蠢萌小狗，被勇者一拳一个小朋友。第二关火炬谜题，阿傻猜都懒得猜，直接用铁头功撞穿大门，吓得抱头鼠窜。仆人还是个25仔，直接启动机关开电梯，把阿傻送上了最顶层。小柯吓得抱头鼠窜，躲进最后的庇护所。阿傻一路横冲直撞，大吼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小柯差点尿了裤子了，心说咱俩到底谁是 BOSS 呀？他启动最后的陷阱岩浆河，阿傻直接用铁门当船划过来，抓住小柯要把他的翔揍出来。公主大喊一声住手，说小柯只是个孩子呀。阿傻你怎么能如此野蛮？啥都别说了，带老娘回宫。这时小柯反应过来，恳求公主送他回家，他现在好想爸妈。阿傻便吹响十之笛，将小柯送回了现实世界。他刚回到阁楼，老爸就跑上来开骂，说他居然在偷玩旧游戏，把自己的话当成耳旁风。小柯好不容易回来，想和爸爸好好交流一下，化解一下父子矛盾。然而老爸根本不听他说话，直接把他扔进了卧室，要将他禁足1星期。没有游戏，没有电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看书。老爸随手扔来一本魔幻小说，然后就跟老妈去玩 iPad 了。从来不看书的小柯在盯着灯泡看了1天后，终于百无聊赖地翻开了第1页。小精灵王国一直笼罩在兽人王的阴影之下，他们的城堡被偷走，子民被奴役。小柯一看，哟呵，有点意思嘿。刚动了这种念头，随即一道强光闪过，嗖的一声，他又穿越到了书中世界。又穷又丑，像哥布林一样的精灵们将突然出现的人类小孩当成了预言中的救世主，他们恳请小柯率领流亡精灵击败兽人王，夺回城堡。小柯勉强答应，他好歹当过半天风暴王，应该搞得另一破城堡吧。1周的禁足过后，老爸闯进卧室，发现儿子竟然不见了。他一开始只是愤怒，但和老婆整了好几天后，愤怒一下子变成了绝望。满大街都是寻子启事，他们唯独忘了去看之前扔给小柯的那本书，还是在书中世界浴血拼杀呢。精灵的城堡坐落于南极，兽人王应该是金人王，他的手下都是杀人精。小柯率领精灵们一路高歌猛进，眼看就要兵临城下，精灵士兵们高呼小柯的威名，以为所向披靡，但城堡内忽然涌出大批敌军。精灵势单力薄，渐渐在战场上显露败势。除非柯大王能搬出一支天降奇兵，精灵长老说，小柯灵机一动，使用了他的性感杂志卷轴，召唤出一支凹凸有致的娘子生力军，杀人精大败。小柯正在高兴，精灵士兵忽然开始逃窜，冰面下面冲出一头巨大的杀人精，正是金人王。他一口能吃掉10个精灵，吹口气就能让小精上天，一人成军，无可匹敌。精灵们吓尿了，小柯强撑着勇气迎敌。金人王一个飞扑想压死他，小柯举起残破的宝剑，借力将金人王开肠破肚，最终反败为胜，成为精灵一族的英雄。他享受着精灵们的崇拜，从此再也没有想过要回家。几十年后，爸妈都已经老得鬓发皆白，他们一直保留着小柯的卧室，幻想着有一天他能突然回来，就像他突然消失一样。他们翻看着小柯读的第1本，也是最后一本书，忽然嗖的一声也穿越了。精灵将这2个擅自穿越的人类带到了大王面前，小柯已经变成了大柯，多年的权益熏陶让他变得贪婪、冷酷、残暴。他坐拥后宫，随意决定他人生死。
老妈恳求他回家，老爸破口大骂，说他没打扫阁楼。小柯不为所动，一声令下，让精灵们将这2个人类大卸8块，他永远不会再回家。城郊有一座豪华别墅，即使房租开得再便宜，也没人来入住，因为这是一栋鬼宅。房主出租他的中介长得就挺像个鬼的。几百年前，这栋别墅是印第安坟地上修建起来的。所谓坟地，指的是整个部落被活埋之后，死人的脊梁支撑着这栋豪宅。从那之后，这栋房子便越来越渴望鲜血。牛仔意外吊死自己，新婚夫妻断了头，一家人死在了餐桌上，旧的坟土上添了新木。猛鬼屋永远不会满足。不过抛开这些恐怖不谈，这栋豪宅左邻学校，右近公园，属于是黄金地带。中介在用自己的鬼脸和豪宅的恐怖历史吓跑了无数租客后，他忽然有了个绝妙的点子。再有租客来看房时，他绝口不提闹鬼的事儿，还跟租客做一笔交易，只要他们能活着住1年，房子免费送。小丽和小柯这对情侣也来看房，讨价还价把住了1年改成了3天。中介莫名其妙觉得自己赚了，小2口也不理会这是老傻帽。入住后，小柯总觉得不安心，家具会莫名其妙的打他，老水鬼还会惨叫，镜子里会有鬼影。小柯觉得这地方真闹鬼，那鬼还是个摔跤手。小丽不信这些，让男友别疑神疑鬼的。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小柯决定拍闹鬼视频。红外线摄像机记录了他俩晚上入睡后发生的事儿。2个摔跤手鬼魂把他们当沙袋轮着玩，铁证如山，小丽也不得不信了。但她不想放弃免费的豪宅，决定勇敢面对问题。还剩1个晚上，他们就能完成和中介的交易。为了保证安全，最好找个会驱鬼的大师。决定就是你了，反转侠。由于这位大师总是倒着走路，倒着说话，小丽2人只好拍成录像，倒放来听大师的指点。解铃还须系铃人，快去摔跤博物馆，这里是肌肉猛男的天堂。历史记载，1989年，美国摔跤令愈加严格，肌肉猛男们只能暗地里进行搏斗。美国各地地下摔跤俱乐部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那些亡命之徒经常以命相搏，观众也很喜欢这种血腥暴力的节目。当初有2名残暴的猛男，不可思议的科伦奇和花花公子兰德鲁，在地下室打出了事故，死在了摔跤台上。谜团终于解开，这栋豪宅以前曾是地下摔跤俱乐部，科伦奇和兰德鲁就死在了地下室里。由于他们的比赛没能分出胜负，所以死后2人阴魂不散，还在继续较量。小丽寻思给他们举办一场阴间摔跤比赛，不就能让亡灵们了愿升天吗？他们找来了当初给2位猛男举行比赛的裁判，裁判已经老得快走不动路了。他们一放战歌，亡灵们就一齐出现。比赛的比赛，看戏的看戏。小丽和小柯扮演解说员，打着打着，地下室忽然起火，2位鬼魂摔跤手也打到了最后关头。老裁判在喊1、2时，被掉下来的天花板砸倒。没了裁判，比赛就无法继续，亡魂就永远无法瞑目。这时候必须有人替身而出，那就是小柯，吹响口号，大喊1、2。不好意思，不会说3。小丽在台下大喊是3，你个文盲！比赛终于分出了胜负。摔跤手们死后瞑目，老裁判也记了，但是房子却要烧没了。印第安原住民的亡魂们不肯走，他们说那些罪行还没被绳之以法，正义恐怕永远得不到伸张，所以我们要一直留在这里。小丽2人出逃，豪宅付之一炬，化为废墟。后来这块地皮上又修建了一座豪华赌场，无论是人是鬼都可以进来玩2把。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这里是草泥泥影院，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下期视频我们再见。